你有没有那种时刻，前辈做了一件超神的事，结果大家转头看着你说换你上，那感觉就像公司里前主管拿下100万合约离职了，老板拍拍你肩膀说我相信你也行，然后你手上连客户的电话都还没背熟。这就是约书亚现在的处境。摩西劈开红海的男人，100万人跟他过海，唱诗赞美。如今神跟约书亚说该你了，带大家过河吧。啊哈，这河还在涨水期耶。约书亚记3章开头就说，约书亚清早起来，和以色列众人都从石亭起行，来到约旦河，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。清早起来，神人最爱的关键词，我怀疑那不是灵修热情，是睡不着的焦虑。想象那一幕，约书亚半夜辗转难眠，脑中一直 replay 摩西拿杖，红海分开那个慢动作，然后自言自语我没有那根杖啊，主。黎明一亮，他起来，面色凝重，全营的人盯着他。今天要过河了吗？先住下来3天，等我消息。OS 我也还在想怎么过。然后神给他一个指令，约书亚就对众人说，你们要看见约柜，要跟着走，但保持距离2000肘，大约1公里。你知道这画面多像什么吗？就像走登山步道，前面导游说大家请跟紧我，但不要太靠近，听起来很像在说我也不确定安全不安全。不过这里有个神学亮点，那个约柜代表神的同在，意思是神走在前面，你跟着他走。神不是叫你自己先下水，他是自己先下水。接下来约书亚说，你们要自洁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。这句话很帅，就是那种明天会有奇迹的预告片。但我们要诚实，这其实是信心的赌注宣告，因为他还不知道怎么发生。神只是说你带祭司抬约柜到水边，没说我保证河水会分开，细节全无。这信心操作很像什么？很像神对你说，辞职去做梦吧，我会预备。你问，主啊，钱呢？他说，走到月底再说。神接着说，祭司抬着约柜到了约旦河边，要站在水里。各位，重点来了，神没有说等我让河干了你再走，他说你先踩进去。这很关键，因为神的神迹常常不是等安全再动，而是你动了，神迹才启动。想象那画面，4个祭司抬着约柜走向河边，旁边100万观众屏住呼吸。他们真的要下去了吗？第一个祭司脚趾一碰到水，那冰凉的水一涨，大概有人心里在骂，为什么是我第一个？有趣的是，神没有叫约书亚重演红海，他没有让他拿杖，没让他挥手，也没风。这次的神迹是从上游开始止住，不同的方法，但同样的真实。他不重复自己，他要的是我们在不同情境中仍然信。神对摩西是红海的方式，对约书亚是约旦河的方式，对你也会有你专属的奇迹方式。所以不要一直羡慕别人的红海经验，也不要怀疑为什么你这次的水还没退。也许神要你先下脚，再看他怎么动水流。有一次我朋友跟我说，我觉得神不讲话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都在等神告诉我要不要换工作，但他没回我。我笑说，他可能在等你先更新履历。有时神不回答，不是他没说，是他在等我们踏进去那一步。信心的脚步先走，
启示的门才会开。所以这一段经文不只是过河预备的故事，而是领袖信心的考验。约书亚不是靠看见红海才相信，他是还没过河就宣告神必行其事。神的荣耀往往显在那些不确定却顺服的时刻，而当你踏出那一步，整个世代就会知道神仍然在行动。要记得，信心不是等神开路再走，是你走的时候，路才开始被开出来。所以下水吧，神在前面。